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川普不是说很快就会收到伊朗的这个和平提案吗？结果现在等来的是什么？是伊朗的呛虾啊！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我们的导弹和无人机啊，已经锁定了地区内的美国目标，还有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而且现在对伊朗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伊朗的外交部官员就直说了，现在的优先事项就是停止战争，恢复荷姆兹海峡的正常通行，要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的行动。所以对他们来说啊，荷姆兹海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德黑兰也警告了说啊，你美国如果敢攻击我的伊朗船舰的话，你针对任何伊朗油轮或者是商船的侵犯行为呢，你小心喽，都会导致于中东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猛烈的打击。好，刚刚就说到了荷姆兹海峡对伊朗来说非常的重要，有多重要啊？竟然是形同原子弹一样的重要的宝贵。好，来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就说了，作为与美国谈判的核心议题啊，荷姆斯海峡代表着与原子弹同样宝贵的机遇。多年来呢，他们都忽视了荷姆斯海峡带来的特权优势，仅凭一项决定就能够影响全球的经济地位。意思就是说，谢谢你美国来打我，让我发现我拥有荷姆兹这个宝藏吗？好，那来看到美军现在呢，怎么可能就让你真的是占据荷姆兹呢？所以美军也称啊，我现在呢要继续对你伊朗来进行海上封锁。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就说了，会继续执行自4月13号以来呢，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的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呢继续的进出伊朗港口。好，那除了在荷姆兹上面的行动之外呢，来看到啊，美国空军的E-11A，竟然也是在伊拉克的南部上空呢被发现啊，已经连续第3天出现了。好，那这些飞机是干嘛的呢？他们负责及时的中继战场通讯，除非有要密切监视或者是秘密调动的目标，不然通常都不会让一架飞机在巴士拉上空盘旋72个小时。好，但是现在说到战打到现在，到底是谁比较急着要去和谈呢？好像就是川普在等着回信因为我们知道他就说出来啦，说今晚可能就会收到伊朗的来信啦，都是伊朗很希望达成和平协议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呢，伊朗方面怎么回应啊？伊朗说呢，美方提出的方案我们还在慢慢的审查当中啦，伊朗会适时的做出回应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情所以呢，我们不在意什么期限或者是什么最后通牒啦很明显的，伊朗呢有自己的步调，不想要随你川普起舞嘛。那是谁急呢？可能就是美国真的比较急了吧。而且现在他还压这一国来去帮忙调停呢。来看到卢比欧跟中东特使魏科夫呢，9日的时候就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会晤谁？卡达总理穆罕默德，共同磋商美伊停战协议。而且这个会谈呢是持续了大约有1个小时但是到了美国当天午后，还是没有收到伊朗对这14点中战备忘录的一个回复所以听起来伊朗真的是没有在插小梨的那另外来看到其实以色列呢，是不是在攻击这个战争之前呢，就已经早有预谋了呢？现在华盛顿邮报就揭露了，说以色列在伊拉克的沙漠呢，竟然是秘密设立了一个军事前哨基地，要来支援伊朗的空中攻击行动。甚至他为了避免基地曝光还曾经对于接近该区的伊拉克部队去发动空袭而且美国呢对这件事情也是早就知道了。好，为了不让这件事情曝光，还去空袭这个伊拉克的军队那另外来看到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很急着去开放，所以现在中东各国呢也很担心说，会不会谈到这个安全协议谈一谈，我们又被牺牲了呢？
波斯湾的官员就表示了，说啊，区域内的国家现在都很担心啊，美伊协议呢会聚焦在华府最主要的伊朗核子计划问题上，那就会忽略了常规飞弹啊，还有代理武器组织啊，对波斯湾国家带来最直接的安全威胁。所以现在美国难道为了要达成和平协议，会去放任这个其他国家继续去攻击这个海湾国家，在他们的后院里面去放火吗？我们来请教介大使。对，现在美国事实上不断的在做军事的尝试想要突破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设定的2条封锁线。那因为荷姆兹海峡事实上有一端是比较靠近阿联酋还有阿曼这个领土的部分，当然美国可以比较尝试一下，看看他用这些比较中型甚至小型的船舰看看能不能在各种船舰里面混过去，然后突破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不过看起来伊朗看得很紧，那么只要有通过的话，那么只要被发现的话，伊朗一定开火。所以最近几天就一直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附近有美国的船舰跟这个军舰跟这个伊朗的这些地面的部队有所接触，甚至伊朗的这一些所谓的飞弹快艇部队有所接触。那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好像感觉只要一有接触以后美国的军舰就跑了，还不敢恋战，这个实在是有失这个大国的威风。你既然敢去，你就敢打嘛，为什么一打你就跑掉了？而且川普也故意要淡化这一些军事上的一些交火的事件他说这个是自然的啦，对方开火我们也开火，有一些交火，不过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说轻轻的点到为止所以是一个很轻的动作。所以川普始终心情里面还是忘不了那个油价，他很怕说哎呀，两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附近正式交战了，那这个国际这个油价因为特别的敏感，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大涨。那这个川普可能无法接受这个代价。不过在这种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状况之下，一个堂堂的超级大国，居然在那个窄窄的小小的海峡里面海道里面居然展现了如此这样子的脆弱，实在有损大国威风。我觉得其实就以伊朗来讲的话，那么小小一片水域，虽然它有地形上的优势，可是美国有绝对火力上跟军事上，不管是空中的、太空的、水面的、水下的，它都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好像小媳妇一样，对方一开火就是赶快就跑了。然后呢，美国的这个总统还要出来把这件事情怎么样？还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真的缺乏一个完整的战略跟一个作战的目标合理一个合法的作战目标，就会让一个堂堂的一个超级大国今天表现得如此之不堪，把堂堂这个第一军事大国的声威真的葬送在那个小小的那一片荷姆兹海峡里面了，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你看，现在在海湾国家里面，过去亲美的、依靠美国提供安全的保护国家，现在跟美国都保持距离啦。尤其沙特，他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巴基斯坦的军队都直接引进到沙特来了，就已经有那个意识，就感觉说，你美国的时代在这个区域里面，在我们区域里面当做这个大家的安全守护者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这场战争，川普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政治目标，只是想做政权转换，后来又变成是怎么样？又是什么要拯救伊朗同胞，然后伊朗的人民，最后又变成怎么要开放荷姆斯海峡，又变成要这个伊朗的去除核武化，又变成又要伊朗把他的这个导弹能力把它消灭，从来都在变的。到底为什么要打？今天要打伊朗，说穿了，还不是就是为了以色列吗？那以色列事实上就不让美国退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这种各种因素都考量之情下，让他怎么样？觉得虚弱而无力，让一个超级大国让一个军事的超级大国真的连这个军事排名第17名的伊朗，在伊朗的面前都像是一个什么？
像一个弱鸡。不过我们来请教张将军啦，这个美国空军E-11A 在伊拉克南部上空盘旋72小时，这是要做什么样的军事动作吗？我认为他在做验证，因为这一个E-11B 在庞巴里的，它是双发动机哦，它可以盘旋到很久，它就是变成一个空中中继机，就是空中基地台啦。如果海底，他在验证，如果海底的光纤被伊朗切断，可不可以由 E-11A 来这边做空中中继，把这些所有因为已经中断了，通通这些数据任务通通给这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再传下去，它就变成个中继，变成空中基地台、空中的平台。为什么？因为海上已经被切断了。它现在做验证，你看它经过飞那么久，就在做这个方面的验证，很久。至于验证的成果如何、成效如何，可不可以完全取代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结果没人知道。但是他在做验证，做那么久，我要认为，因为毕竟海底的光纤电缆，它的输送率是非常的高，它毕竟是很粗的光纤，那你空中基地台能够有多少的这方面的替代率、替代能力？我认为这个还要再做考量。他现在在做这方面的验证，而不是说在做电磁频谱、电子参数的接收，这不用交给他，他就是空中非常大的这个基地台，它可以活动，可以在它安全的空域来做盘旋。来做空中中继，而且大家知道，在空中是没有死角，因为它在往上，不会有山脉阻隔或者这个建筑物挡道，没有，在空中哪有建筑物挡道？它飞那么高，有山脉吗？它也飞得比山还高，所以它是超越地形、地障、地貌的限制。那我们现在看，美国在这一次伊朗的4天战争呢，我认为打得并不好，它并没有把火力的优势成功转换成谈判的优势。就有火力优势，结果为什么变成谈判的劣势？它这个状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应该我们讲军事是政治的工具，美国没有一击奏效，问题就卡在这个地方。因为伊朗耐打，美国不喜欢打，因为美国怕牺牲，打仗一定要牺牲生命的。你如果瞻前顾后，怕牺牲生命，那这个仗不要打。打仗一定要牺牲人的，没有说哪一个战争是不死人。全天下没有战争不死人的，那你美国怕打了，那伊朗耐打，美国怕打，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所以现在伊朗看到美国的短板啊，他积极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现在如果要达成协议，会变成一个状况：伊朗小让，美国大让，你一定要让啊，因为这一方面一定是到最后折中，不可能100%是伊朗的版本，也不可能100%是美国的版本，一定要取折中的版本。那美国你要大让，为什么？因为伊朗愿意跟你玩。你如果伊朗的大多数的这些谈判的这些项目，这10条，美国没有签，那继续嘛，继续耗下去。你不签，那我就不签。那美国现在急的，因为5月14号，川普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他压力很大，他双大压力。第一个到中国大陆讲，第二个，其中选举11月越来越迫近，越迫近压力会更大。那你战争也赶快结束。不是说光持续，包含国内的民调的压力已经降到33，还在往下爬，还在往下爬。国会的参议院跟众议院还在给他压力，所以那个川普可以说一个蜡烛啊，多头烧，不是2头烧，好多头烧。就是在这个军事上并没有非常的成功，而让伊朗在这方面操纵的空间反而更大。而且现在伊朗还敢冷处理川普的请求，就代表说伊朗现在是相当的有底气吗？请教洪庭哥。我觉得双方的基本状况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你可以从伊朗的重点来看，伊朗说只要你不回去开放这个对荷姆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那我就会采取攻击你的中东的这类基地这一部分。所以对伊朗来讲，经济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既然经济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川普他的发动到底为什么呢？现在大概大家可以评估出来比较接近事实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看到了伊朗自己内部出现了矛盾，以为刚好可以借由这个这么好的机会上下其手，顺便去解决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以色列最担心的伊朗核问题。而现在看起来，伊朗的防御力跟伊朗对战争的准备比想象中更充足。但是美国在打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想想看，4月8号开始宣布停战1个月。一直到5月4号，将近1个月的时间，其实有打这个仗跟没打这个仗好像没有差很多。油价当然涨了一些，可是有人那时候到还是继续造炮。
一直到了我上礼拜我提到，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宣布说，你们谁交给伊朗过路费，我就要制裁你们。然后呢，这个时候，其他友人就不敢动了，然后伊朗就突然就发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伊朗要的是经济，伊朗要的是，我原本是被封锁的，可是打了这一仗以后，我现在可以利用荷姆兹海峡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环境优势，我甚至可以收取一些我相关的经济上面的利益。这是对伊朗来讲是优势。美国现在我比较看不懂川普的最大原因在于，如果今天伊朗的核能力跟伊朗的浓缩到一个程度了，你是非派地面部队不可，可是你并没有，所以看起来伊朗的核能力跟伊朗的浓缩好像也没想象中厉害。然后呢，反而是从其他的外电报道来看，以色列队派遣地面部队到伊朗是有比较大的信心。所以这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那一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美国空军的E-11在整个伊拉克的上空飞3天，然后纽约时报又去揭露说以色列秘密在伊拉克建基地。其实我认为飞3天最大的原因是，我认为那个基地被攻击啊。虽然他们的派系不太一致，可是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讲，他们现在中东有中东自己内部的问题，可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如果在伊拉克境内被让人家发现有美军跟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秘密基地，所有的恐怖组织一定会往这个地方去走，因为报仇趁现在嘛。对，所以我认为这也有可能是那个E-11在上面连飞3天的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新闻刚好这几个新闻刚好堆在一起，证实了这件事情。那也唯有要保护一个基地，才有可能连续3天在做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测试通讯也好，或者是做即时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监控。所以最后还要回归到川普还是在这场仗里面，目前他的朋友们、他的军火商们、他的军工复合体们，跟整个页岩油开采的这些部分，跟美国的国债，其实从经济利益上，他还是正大于负的。所以他其实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状况，他其实是在拖，因为他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一样。川习会来谈中东，我认为也是川普的计策之一，因为很简单的是，中国也是能源的输入国啊。那虽然这个对它的影响并不会那么大，短期不会那么大，可是中国的战略储备大概7个月，川普的意思就是我摆烂，7个月之后你也倒霉，就是让你那我在能源上我反而占便宜，所以他也想看看测试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测试盟友的态度，然后告诉所有的盟友，你们如果要我的保护，你们要付钱。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计策之一，应该还会再拖下去。但是这样的代价就是全球都倒霉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现在是停火期间，但是美伊继续交锋，不仅仅是在荷姆兹海峡，就连 AI 制图也要来比啦。我们来看到呢，川普呢，他是在他的社群里面晒了这个 AI 的图片哦，他做了什么呢？首先呢，他就是放了一张图哦，说这个是伊朗海军都沉入海底了哦。然后再来，他又放了一张他拿着望远镜去看这场战争，代表说他一切都有所掌握的图。那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军舰的雷射击垮了伊朗的无人机。然后接下来你看到没有，就如同蝴蝶一样，伊朗的无人机就纷纷落下了。好，这个是川普在周6的时候抛出的 AI 生成影片。那伊朗怎么可能就让你这样随便乱抛呢？伊朗更厉害，他抛的呢不是照片，是影片哦。好，来看到他的 AI 影片是什么呢？是川普站在这个燃烧的美国战舰上，而且导弹呢是如雨一般的在落下。那他还呛说，妄想的川普必须明白，荷姆兹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小把戏而重开。强大的伊朗永远不会被征服。好，所以现在两方呢已经进入了一个 AI 图片的对决。但是我们来看到现实方面啦，现实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下周的川习会即将登场了。结果因为这个美伊战争，川普可能要抬不起头了吗？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但是伊朗的战事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川习会的摩擦点。
那么伊朗驻陆大使表示，伊朗跟中国在安全和平等议题是有相当一致的看法。那么南华早报也报道了，说川普的访陆期间呢，可能会向大陆提供贸易优惠或者是关税减免，来换取中方施压伊朗接受和平协议。所以这难得的一次川习会，就因为要让伊朗接受和平协议，把他自己的筹码给付出去了吗？好，另外来看到其实这次川习会呢，也有相当多的美企高层随行，包括了谁呢？辉达、苹果波音等12家美企高管随行。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多吗？没有哦，因为2017年川普访华的规模是更多的，是有将近他的2倍的。所以这一次是缩水近半呢？难道是因为美方知道了他没有办法再压榨中国了，所以派再多的美企也没用了吗？那么摩根大通小摩的报告就指出了，说川习会呢或将达成进一步谈判的框架协议，但不是实质的贸易协定。最后谈来半天呢，都只有一个大概而已没有实质的，所以你订单拿得到吗？也很难说。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什么阴影笼罩着川普呢？就是战争所以呢，这也可能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之旅蒙上了阴影哦。而且这次访华的重点呢，应该是缓解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还有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但是现在还有个但书，就是你要谈这个伊朗的问题了啦。那么华盛顿的学者就说了，说北京实际上还可以利用更多的筹码。川普想赢一把但是随着伊朗战争的持续，他没有取得多少的胜利。那么北京呢，也可能会利用川普在国内还有国际地位的削弱，来为自己谋利。好，而且现在这个川习会还很快就要开始了吧？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都还没有官宣哦。这个可能是因为关键协议还没谈拢吗？距离这个川习会不到4天，中国大陆昨天为止都没有官宣，是异于过往大陆处理元首外交的程序，也与川普上一次到访中国的官宣作业时间严重的滞后。背后可能是因为美中没有达成关税协议，尤其是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有伊朗的战事。那么数月下来都可以听到都是川普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但是大陆呢都没有证实。那最近一次的回应应该是5月8号，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呢，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还是没有证实真的要见面。但是其实各界对于川习会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因为现在美国真正需要的事情呢，是处理自身事务，包括加速本国的晶片制造，还有稀土加工能力，还有重建军火库存，加速 AI 跟无人机在军事上面的应用，以及从中东冲突中脱身。所以对美国而言只要不要把事情变得更糟就好了，是这样子吗？我们来请教介大使。这一次就是说，川普要去大陆访问美国企业界的高管去的人数比上一次已经少了一半其实这个是川普的影响力跟大家美国国内对他支持的一个很严重的警讯。那我想这个企业通常是很现实的，如果川普去，跟着川普去，可以替他们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一些好处他一定会去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川普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他还是在美国的国内还是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他们非去不可即使没有利益他也非去。那这一次的话减掉一半，这个我觉得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也没有看好川普，对川普对于他们在美国能够为的害啦，不是为的利已经没有那么惧怕了。所以呢，说出来就是不买川普的账。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他们即使在中国大陆市场上他有所求的话，他们可能也觉得透过川普的话反而不是一个好的管道。搞不好呢本来可以成的，我现在跟川普走太近，那中国大陆反而本来可以成的现在不成了。所以这些大企业都有他自己的管道，他不一定要去跟川普走，所以这个算盘都是打得很精的。他不跟川普去，并不表示他不重视中国大陆市场，他另有办法，他可以自己去解决
而不要透过一个在中国大陆算是一个票房毒药的川普来讲，跟着他一起去对自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害处。那所以就变成这个，其实对川普来讲，这个一叶知秋，它的影响力不管是对内对外这个都已经大幅滑落了，可能说就是跌掉一半。那他后来的未来还有2年真的是会怎么讲呢？会越来越的人前门前冷落车马稀，这是很现实的。企业有这么多人要养，有这么大的这个庞大的财务需求，他不会随便拿自己的企业的命运去开玩笑。对他有好处，你不请自到；对他有好处，没好处，你8台架子去加他，他也不会参加，这是很现实的。另外一个，看美国这种自嗨的这种文宣有什么意思呢？比来比去，你也不跟别人比，你都跟你的前任比，你还在想着奥巴马，还在想着拜登，你比他伟大又怎么样呢？对，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就变成川普这种玩法都有一点点像儿戏一样，就你把人家的，你说你把他海军也打垮，你把他空军也打垮，为什么人家的这个导弹快艇一出来发2颗导弹，你的军舰就跑了呢？那你要就不要跑对不对？所以你说人家都在海底，可是人家2颗飞弹你就跑了。所以川普这种就坐实了一种叫什么人家是人狠话不多，对不对？他就是话很多，人狠不起来。所以这就是都被人家看穿了，也连带的美国也被他搞得行情很差，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中东战事，川普只能够在虚拟世界获胜了吗？请教张将军。我认为现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已经走向这个宣传战的模式去了。大家宣传战，你宣传你的，我宣传我的，那就是彼此丑化，美国丑化伊朗，伊朗丑化美国，然后彼此蔑视。美国蔑视说伊朗已经没有战力，更没办法打了。伊朗蔑视美国，根本不敢过来挑战。不能变成这个状况。以前美国直接实力就敲定了，这个实力就是霸权的象征，到哪边去大家不这个俯首称臣啊，都是这样啊。那个全世界哪个国家打得过美国？所以美国那个时候，现在怎么这场伊朗战争感觉到美国打得零零落落，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他刚才那个川普有 po 就是说，这个伊朗无人机然后被雷射通通干掉。其实现在只要这个无人机有烟雾状况，就让这个雷射根本没办法聚焦。你只有烟雾，雷射最怕烟，最怕云。你有云有烟，它能量没办法聚焦了，一聚焦那你就失效。将来这个战场一定要想到，雷射武器将来会变成战场的主角，但是雷射最怕云、雨还有烟雾。你有烟雾，它完蛋，它锁定也没办法，因为没办法一穿透那个烟就散掉了。对，那能量没办法聚焦，就没办法收敛，那一散掉就没有办法。所以将来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雷射最怕的这个。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次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他的筹码变少了，以前筹码蛮多的。你看现在这个关税战这个关税大棒失败，他去年202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1兆200亿美元，反正就是贸易逆差啦，他买国外的东西多，外销的少，又是破1兆。你看，所以美国的这国债啊，它的居高不下也是这样。那第二个，稀土管制，中国大陆绝对会继续稀土管制。一稀土管制，美国军工产业马上降速，因为你有机器、有设备、有厂房、有人才，但是没有原料。原料还是原料的来源，原料的量决定它的产量。那你现在中国大陆绝对继续管制，而且美国虽然有开发替代来源，甚至回收这些品再提炼出来，但是毕竟缓不济急，所以稀土还是我们的美国这一方面的缺陷，没有办法那么快能够替代来弥补。第二个，美国现在又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美国需要他买美国的大豆啊、黄豆啊，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因为美国波音出了太多的事了，都需要这个样，那你就要有求于中国大陆。所以美国在这次谈判上，这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他是站在比较稍居下风的这个立场去过去做访问。所以可以说是美国的一手好牌全部都被川普给玩坏了。请教洪庭哥。我的看法觉得
我现在慢慢开始觉得，好像美中都拿伊朗在做一张牌在打，那都是为了所谓的这个川习会。那中国之前打的就是巴基斯坦总统到的时候，就算 JD Vance 跟这个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但是巴基斯坦的总统在我这里。然后再来就是王毅跟伊朗外长所提到的，他们针对这个怎么样结束这个伊朗战争有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看法是一致。那我觉得美国比较特别，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当初美国在延后川习会的理由就是讲说，伊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解决。可是如果观众朋友认同我刚才讲的，就4月8号大家都已经先停火了，如果没有5月4号的那个2级制裁，基本上大概会继续再平和下去啊，就不会打啦。所以这场仗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2级制裁宣布之后，然后就开始战火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比较有一点点符合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觉得美国有意识的不太想要让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主流，那大家就来谈中东吧，对不对？那甚至可能假设他又不想要中东，又觉得谈到有点僵了，那干脆嘛把 UFO 拿出来谈，所以这可能也是最近公布 UFO 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几个部分，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川习会的理解，我觉得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成果叫什么，就是双方宣布这个贸易休兵啊。然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宣布，就是说，我美国这方面针对哪些高科技的这个输出解除管制，那中国大陆就说那我这稀土啦哪些部分我也会解除，然后双方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贸易采购，比如中国大陆决定说要买多少的这个东西，然后来弥补所谓的逆差，这些都是可预期的。比较没办法预期的就2个东西，一个就是伊朗，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到底会不会在上面，大概就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僵持在这个地方，但是川普实在是个很特别的人以一个80岁的长辈，然后这么会用 AI 图，其实我很相信这些图都是他做的，我不太相信这是幕僚做的。真的吗？然后我觉得伊朗在这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伊朗的资讯战，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每做什么，伊朗马上就做什么？就是伊朗针对资讯战的用的熟练的程度，跟他很清楚西方的梗，你看他用乐高，对，他用乐高，然后做战争的图，用做这些。我甚至怀疑，其实伊朗可能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在美国的本土，就他在做一些影响美国政治的这些，所以他们做的非常熟练。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图、所有的意象跟这些，不管是西方来讲、中方自己来讲、亚洲我们在看，大家都看着就我很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些什么。对，所以这场仗已经到达这个资讯战的这个部分，但实际上最后在打的还是政治啊。好，所以接下来的川习会，到底能够为美国谈来多少利益，还是走一个流程而已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谈。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军事专家施孝维。好，浅秋好，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浅秋，各位观众大家好。伊朗的战事在川普每个礼拜5可能会放鹰的情况之下，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前2天看到了川普下令在美军的部分做了几个攻击的行动，但是川普自己吹所谓的中战方案应该很快，他自己发文写的很快，伊朗就会签回来了，是按照美国的许愿清单这14项吗？他8号明明讲的，很快当晚就会收到消息，但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非常的稳健，稳稳的回，美方提出的方案还在审查当中。美国人政治人物设定的期限呢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不会在意期限或最后通牒。所以川普很急但伊朗不急。外媒还报道说，美国等不到伊朗的回复，美国国务卿 Rubio 9号在迈阿密会晤卡达的总理穆罕默德，国务院发言人还特别发了声明说，双方讨论必须要持续合作，嚇阻威胁，把中东这个国家押宝，拜托他调停吗？促进中东各地的稳定与安全。那么尽管声明没有提到伊朗，但是呢，各种 Axios 引述的知情人士都说美国的中东特使魏科夫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是为了讨论美伊停战备忘录能不能催一下伊朗。赶快签好不好但是川普呢没有闲着，他呢这几天陆续除了公布完外星人之外，又有159艘伊朗舰艇沉海这样的 AI 图。
图，哇塞，连发啊！他在 Twitter 上面1、2、3、4、5、6、7一直发各种 AI 的图，包括了他过去在前总统任内的拜登任内的伊朗海域是这样的，结果现在都被川普给集成到海底。那各种 AI 图，哇，他很威风的拿着望远镜看向被集成的战场的画面哦。那各种图了不起，还各种无人机被打下来的 AI 的合成的画面。结果呢，川普回什么，伊朗也回什么，他也用 AI 图去回击川普。那是川普刚好很讽刺哦，差不多这样的角度，但是他是前面大家美舰被打乱七八糟，他忙着逃难的画面，所以大家在打义气之勇吗？现在不是在谈判赶快签署的时候，川普用这种 AI 图要羞辱对手吗？伊朗提出了严正警告：你打一艘油轮，我炸一个美军基地。因为这4艘油轮，昨天我们也讨论了，在伊朗贾斯克附近的海域遭到美军的袭击，也许损坏了啊。其中1艘油轮还起火，发生了大面积的漏油啊。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德黑兰警告，伊朗的船舰呢，如果被攻击的话，就要攻击美国最在乎的资产，除了荷姆兹海峡，再来就什么？油田。伊朗的革命卫队说，任何对伊朗油轮的攻击都将导致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遭受直接的攻击。那么根据所谓的网络卫星上面的追踪画面哈，现在24小时之内没有1艘船通过 AIS 识别的商船通过荷姆兹海峡。虽然川普已经停止了所谓自由计划，现在号称即将有自由计划的 Plus 哦，但不只管控荷姆兹海峡，伊朗也继续再出别的招，包括跟媒体呼吁，对于海底网络的电缆也要收钱了。我相信这个消息我们会眼睛一亮，川普一定也是，只要有钱赚的地方，他怎么可以错过呢？先前不是有合资公司说要一起在荷姆兹海峡收钱吗？现在伊朗认为，在荷姆兹海峡底下的海底光缆每天承载超过10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这个过去呢应该要赋予伊朗什么钱都没赚到，通过这里是伊朗的海域啊，所以针对当中的维护、维修、独家控制权，要把海峡变成合法的财富创造的战略中心。哇，法尔斯通讯社说，荷姆斯海底的电缆量承载着全球包括97超过的网络流量，连接欧洲、亚洲、中东地区。发现了一个最大的财路，还不只是海面上的游轮，还有地底下的电缆呀。施老师，你怎么看接下来这场战事发展？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它像我刚刚正在就在查荷姆兹海峡上面的这个航运状况荷姆兹海峡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干净，有一些船不多，的确真的有一些船不多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其实以美国来说的话，美国当然还是会要加强它这个军事威慑。我们看到其实这次川普说我已经把这150几艘这个伊朗船都打到海底啦。说真的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毕竟美国跟伊朗的军事硬实力差异是很大的。那你说，军事硬实力差很大，伊朗到现在我们还能够撑到今天，因为伊朗面积大，而且它有各种的，就是说隐藏的这样一个战力，可以不断的反击美国，也让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虽然说不至于受到像伊朗那么般强大的这个攻击被那个攻击的情况可以回敬到他们，但是也够他们这个那个伤透很久脑筋，而且非常多重要这些装备损坏。那我个人觉得啦，从美国角度来讲，因为第一。本来应该就是说有这个战争授权的问题，现在那个川普用这个什么来，就是用停战的方式，已经把这个问题拖过去了，对不对？他现在这个问题是拖过去，不能算没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一旦又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对不起，美国国会就要来，你这个行动到底会经过我的授权等等。再加上其实马上下个礼拜那个川普总统就要到北京去访问了嘛。那如果到川普到北京之际，然后那个美国在这个波斯湾还有这个荷姆兹海峡又弄得灰头土脸的话，那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他去见到的那个习近平，他腰杆就没那么直那个底气就没那么硬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在短时间之内，我个人觉得暂时不会对伊朗有比较大的军事动作。那同样的呢，我们刚刚讲，因为我刚好就上去查这个波斯湾现在那边的这个水域的这个状况，的确说是还蛮干净的，但是多多少少还有几艘船啦这个没有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那么干净。大概你可以看到波斯湾那边情况，就我们刚刚这个岛对不对它大概那个现在即时的这个状况是，你看船很少。
以跟过去在波斯湾地区那么密集的这个船来比较的话，它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它这个应该是伊朗同意的。也不见得是完全是伊朗同意，就反正就是他从这个地方过去的这些船，但是我们刚看里面有不少其实就是伊朗船，伊朗自己国籍的这个船在那边嘛，因为离我的这个海岸线近，他当然就敢在那边放心的那个走。然后当然其实伊朗他这次他能够。之所以跟美国说对不起啊，你们拿过来的这个条件我要审视一下，我们还要再合计，到底要不要让那个同意或同意多少，我们也还在研究。因为其实毕竟今天美国那个大的部队到中东来进行军事行动，对于伊朗来说，其实有一种以逸待劳的这样的味道。美军在这个地方每一天都要这个大量的补给，像比如说一个航空母舰在那边你大概每7天要那个3到4天要给他一船的油，然后这个7天到10天要给他一整船的杂货，要不然你说以美国航空母舰上面来讲，一天要耗掉18000颗鸡蛋，10天就要耗掉18万颗鸡蛋。那这些鸡蛋从哪来？就要其实很耗美国的在这个地方的后勤补给能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伊朗不急啊，伊朗的部队没有到海上每天要吃18000颗鸡蛋，对不对？那反而是你美国人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中美国这个川普的压力其实是与日俱增。虽然说他现在暂时躲过了这个60天的这个战争授权的问题，但是他在后面显然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伊朗这个大动肝火，那个大动干戈，伊朗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呢，基本上说你来条件我慢慢弄再加上你马上到那个北京去了我看你在北京你见到习近平，如果你这个跟我这个情况搞不定的话，你对习还能够有什么很强硬的这样一个姿态摆出来？所以其实伊朗在这个地方完全就以逸待劳。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在战略上，它战术上是完全碾压的，但是战略上来说，它并没有能够拿出那个一拳放倒伊朗，或者说能够让伊朗屈服的这样一个方式，对于他来讲就进到一个失老无功的这样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短期之内，你说美国那个或者说川普他真的能够去那个请全力，或者说再动大兵力对伊朗作战，难度很高啦。不过当然，你伊朗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也有就是说对美国一定程度的威慑嘛，就是说因为今天他知道美国最能够所示的就是那个美军的军力，像比如说前几天美军的这个战机也攻击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油轮，甚至于还用到这个 FA-18超级大黄蜂低空扫射，然后把这个油轮给炸伤的。那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的油轮如果被你毁伤的话，那我就要报复攻击一个美国基地。对于伊朗来说，他现在也做到，而且他甚至于还透过这个那个里海可以跟俄罗斯拿更多的这个零件来做更多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伊朗可以进行的手段。因为对美国这种国家来讲，美国它相对来说它比较不能够承受长时间对抗没有具体成果的这个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伊朗跟美国这样持续对峙下去，川普在短时间或是川普想要的时间之内拿不到川普想要的，不管是外交效果也好，或者是这个他能够那个说 I win 我们 win 一直赢的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尤其像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并不是民意有高度支持的情况下，那对于川普他所感受到的压力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增加。而且像比如说最近美国本土油价也在上涨因为虽然说美国是产油国但是油价本身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这样一个这个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今天国际油价涨了，那同样美国油价也涨。那美国油价涨的时候，不见得所有人都会乖乖的听川普的话，认为是伊朗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去反思今天为什么我们美国人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整体来说，伊朗的这个步调就慢慢来，我慢慢跟你耗，我耗到你美国的这个耐心没了，或是你的民意支持度下降，我看你怎么玩。委员的确现在伊朗战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签署和平协议还很难说，但我们没有看过一个美国总统这么执着于爱发 AI 图的。他在 Twitter 上连续的发，记得吗？他上次把自己发成耶稣的像的样子，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现在连续再发，就问题是伊朗也同样用 AI 图来回击他。其实美国跟伊朗都有时间的压力，大家心里都很急，但是伊朗的时间的压力相对于美国要比较小，所以最后的和平协议或叫停战协议，双方一定要找寻一个妥协的平衡解。只是这个妥协的解，伊朗呢让步比较少，美国要让步比较多。可是就川普的性格，他又不想要让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就觉得说你提的不是停战协议，也不是和平协议，你提的是叫我伊朗
签城下之盟的投降协议。那伊朗如果签了投降协议，他怎么对得起在2月28号死掉了那50个伊朗的高级将领以及哈梅内伊呢？所以伊朗不可能同意嘛。那两边的时间压力在哪里？就近的来讲，川普有马上14号、15号在北京的川习会的压力。他如果能够在之前跟伊朗达成了和平协议，那对川普来说，面对习近平，他就有比较多的筹码，可以跟习近平之间讨价还价。可是如果说到那个时候，整个战争还悬而未决，那川普就麻烦了，那还要拜托中国大陆帮忙的。对了，没错，所以就变成川普很被动，他没有办法主动了。但另外一个压力是来自美国的国内，美国的国内刚才不是讲美国的汽油各个州综合来看，它已经上涨了42%到50%，这么强烈的、这么高的石油、汽油的上涨的幅度，美国人民当然有通货膨胀的恐惧啊，因为有通货膨胀，所以美联储不可能降息。那不降息，美国的经济就会衰退，到时候就是通货膨胀跟经济衰退一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噩梦所在，叫做停滞通膨。停滞性膨胀一到，美国的民怨一定高，反战的气氛一定强，那川普带领着共和党，那就不要选了，中期选举就宣布已经失败了。所以对川普来说，时间压力很大，当然很急啊。可是问题是，伊朗也有他的压力啊，他的储油设施那个储油罐啊，快要满了，他现在靠的是老旧退休的油轮来做浮动的这个储油设施。另外的，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当然就要找出路嘛。沙特阿拉伯找到了什么？找到他在红海的盐布港。然后阿联酋找到什么？阿联酋找到面对亚曼湾的富察伊拉港。所以大家都在找出路。如果再拖下去，那伊朗所能够掌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独占地位，它就会下降。可是到目前为止，川普一直沉不住气，你看看川普的回应，跟伊朗的回应就完全不一样。伊朗即使心里急，表面还是气定神闲。川普不是啊，川普急了以后发 AI， 这个 AI 一发就发现你明明心虚嘛，一个强者何必发那一种幼稚的 AI 呢？所以你把伊朗的159艘的军舰都给弄成了。强者不需要发这种 AI 吧？我弄成就弄成了，你又怎样？好，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川普还是相信他以前在房地产界最喜欢用的极限施压。可是问题是，两个 player 在玩 game 的时候很简单嘛，弱者当然希望强者是善意嘛。伊朗是弱者，美国是强者。美国世界的武力排名第一，伊朗排名第17位。是你美国叫是善意啊，你美国没有是善意，还常常在里面故意演出一些擦枪走火，然后在亚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一些冲突，用冲突来做极限施压。你不是让伊朗感觉到你更没有善意跟诚意？何况2月28号，你突然间大家谈得很好，你突然间来炸一下，把我们的很多的人都炸死了，这个仇恨还在啊。是，所以这时候强者不懂得是善意，最后这个谈判一定会走向僵局。聂老师怎么看呢？川普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80岁整。其实我一直说，从某个角度，我非常欣赏川普，一个80岁的人还那么会玩 AI， 这个其实我还蛮佩服的。我都已经觉得我对 AI 是稍有障碍，当然我知道它非常有未来，那 AI 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也努力学。
他蛮会用的，不管施救力量或什么都很会用，这个我很像。但是你的格不对，你现在是一个一国之总统我跟你讲，一个巍巍的泱泱大国啊，一个这个堂堂的世界之首领啊，说不好听点，你玩这个东西玩得那么躁进，那么鲁莽，最后你打到最后呢，急到不得了啊！我先讲一下，一开始从头到尾，我从来都说这个和谈就不会成嘛，就很难成嘛。要成一定要有一个要让步嘛。现在很清楚谁在让步。这个拔河之间有一个力量大，他已经无法施力了，因为他要打下一场的时候，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必须让步。美国绝对一直在让步。你去看和谈的内容，都在让步。他原来要打到的，一定以为拿得到的。2月28号谈为什么要打？他知道他那4个目标，你伊朗一看就不接受，我马上打你。这4个前期的目标，第一个。你核武要限制人家核发展，你会发现他现在除了停说核武的发展，你核什么铀的这些保护，他还是容许你了。第二个，导弹他现在不再谈了，导弹的这个制造。第三个，代理人你去支持代理人这个声音，他也开始消弭咯。他认为已经默许说，伊朗这样子做好像也可以。但再来就是荷姆斯海峡，你又封不到，你反封，你还是挡不了伊朗的风。这个4个主要目标都没达到。请问一下，美国他有赢吗？我们现在讲是川普啦，川普他做梦都想赢，你觉得他赢了吗？这个人从做梦从喊出来都是赢的人，其实他大输特输，而且他只是死不认错，永不认输而已。好，现在重点来了，我觉得美国玩不下去，所以他必须每次这外表是好像喊得大声，但实际上已经非常虚。而伊朗在上个礼拜有讲过一次，他们的外长说得很清楚，我们还没开始玩真的，你去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当美国对他的所谓的和谈目标句句让步的时候，伊朗却越喊越高价。请问谁赢了？我先讲一下非常清楚。我刚讲躁进鲁莽的这个打到最后很急，他是在打西洋拳。相对的，伊朗呢刚好好像学到了这个中国的太极拳打得非常稳健又智慧，用缓来对他的急。各位去想想。美国怎么玩得下去？第一个消耗战，他已经无力再消耗下去。这个他的弹药库、他的后勤实力、他的制造业已经无法再这样继续消。第二个，他的国际形象、盟友关系降到非常的不能说冰点，因为他还是有霸气，但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领袖，怎么带领一个国家。最后一个，他要其中选你的国内的一些问题。我跟你讲，他这个压力造成川普现在非急不可，但是他也必须让步。你要让和谈完成，就是美国要让伊朗绝对可以，甚至现在连经济制裁解封都谈下去，而伊朗还不断的甚至你荷姆斯海峡帮我封了，我还希望在这里我自己把它封了，我还希望在这里帮你美国赶走之后，我还要继续赚钱呢。这是伊朗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川普最后可能会想要让步，否则他会玩不下去。川普这第2任任期上任之后，对于朋友、盟友这个定义也是全面的全球地缘政治重新洗牌啦。当川普讲是朋友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倒霉的时候。那以普京来讲，俄罗斯马上就在川协会之后，他也要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呢，他在一个国外的活动里头呢，他特别盛赞，还提到了习近平是他的朋友。那么维持俄中稳定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普京以数字佐证，指出中国早就不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早就已经是最重要的经济大客户，两边的贸易额不仅持续成长，还在摆脱单纯的能源依赖。他也向记者说，俄中在油气这件事情达成一度的共识，准备要做出非常重要的这个步伐，证实两国配套正在快速升温。那么能源的议题，这两国紧密的结合之后，西伯亚力量2号计划去年重启，今年也要盖了吗？伊朗的外长也再发出了一段影片，因为刚刚从大陆离开，他衷心感谢王毅，他用影片把他的行程缩影变成一个 VCR 来感谢尊敬的同事们王毅给予的热情款待，他也要展现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所以川普有办法在接下来的访陆的行程里头，形成对伊朗的施压吗？外界都是不以为然的。但川习会剩下不到5天了，现在大家关注的是10号今天早报的新闻是这样分析：明明呢，美国方面不断的有一架一架的飞机送物资过去，可是大陆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做过正式的宣布，仍然相当的保留。还有没有变数？不知道，因为上次是川普要延期，而这一次呢，背后跟中美没有达成关键协议有关吗？尤其台湾问题。伊朗战事吗？
就要密切观察喽。美国的牛肉商说哦，川习会恢复对华的出口资格呢，那将会有400家的厂商轮贸易战的牺牲品。那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但川习会的谈判筹码。关税这件事情，上次已经被最高法院判决过，违宪了啊。现在再一次又败诉，那么要到大陆去谈判啦，他就很生气啊，说法院这时候判决根本是在中共同路人哦，削弱他的谈判筹码啦。但届时关税成为重要的讲题的时候，他到底该怎么谈？要打301牌吗？因为美国的大豆豆农最担心301调查会破坏美中的谈判。那到时候呢，大豆出口量我们光估到4月底啊，有没有办法提升？光今年度最低点是直接只剩下14万公吨呢，比去年大幅已经降低了62.3%，这么高的比率，大豆农要买的拖拉机，川普就要买了，现在准备好了，有没有大豆可以进来啊？那北京压住自主突破，被形容这叫做比较罕见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级这个层级的政治局常委层级的领导人，直接去视察华为，说是在高层密集调研 AI 晶片这件事情也。被很多的大幅报道，不知道是不是跟川普最近也不断在媒体上讲说，哦，我们的科技，我们的 AI 还是比大陆厉害很多等等有关系。中国大陆当然已经把华为啦、半导体各种产业视为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的支点。那么还有根据财经媒体最新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 AI 包工头被形容上海激流科技正式要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了哦，冲刺主机板能够挂牌。这家公司做的不是大模型，也不是 AI， 是最近几年最缺也是最烧钱的算力。所以激流科技的商业模式呢，本质上也像 AI 的工程师的概念哦，那就是像辉达这些重要的 Intel 的概念。所以18兆的量子科技赛道，大陆第4代的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也已经上线。先是大家一讨论小龙虾、大龙虾的，现在是本源悟空。那么各种的发布，第4代的主超导量子电脑也已经上线运作。这种非常快速的演进，包括机器人等等的，这种人民币的市值都超过4兆元以上。对于大陆来讲，现在的科技 AI 也才是国力。这一次啊，相对于川普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一次大陆的官宣非常非常的冷，很明显的，大陆的官宣在磨川普的耐性。他也知道川普很急呀，西腰拐的运输机已经有7架，已经送到了北京去了。另外的，美国白宫特勤局的专车也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面了，代表川普很急，他要让木已成舟，米已成炊。但是中共的官方在官宣上故意云淡风轻，一点都不急。他知道现在急的是你美国，不是我中国，所以我磨你的耐性。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所有的美国的盟友都在看这一场只有36个小时的川习会，在谁在看呢？第一个，海湾的国家在看，阿布扎比的王储没多久前才来了中国，叫哈利德，他告诉中国什么？他的墨尔班石油交易中心要开张了，然后他基本上也受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希望中国能够出面斡旋。另外的沙特的王储小沙拉曼跟北京方面也建立了很好的互动情谊，这都是美国原来川普的好盟友啊，好盟友都想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认为美国是海湾国家的安全保障，现在发现不是啊，你美国反而是海湾国家的 trouble maker 啊，你给我们带来战乱，你给我们带来困扰，你给我们带来贫穷。好，更严重的，他们对以色列都有心结啊。他发现你美国弄了半天，终于证实一件事：你美国根本就是以色列的小弟，你根本川普，你说你威风，你跟着纳塔雅胡的屁股后面走，做纳塔雅胡的跟屁虫，你盟友对你会离心离德啊。欧洲的国家也在看啊，北约国家也在看啊。你今天如果让川普这一次在中东得逞，
那下面他拿格陵兰的时候，怎么会管你北约里面有丹麦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在看，你川普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吃瘪，然后他们逐渐的向中国的位置倾斜，所以大家都在看，连美国的企业都在看。你知道这一次只有12个企业跟着川普过去，而上一次有多少？上一次有将近50家美国大公司各个报道。现在很多的美国大公司，他不透过川普了，他们自己就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这一场谈判一开始美国就已经落掉了，而美国如果在这一场谈判里面没有谈好，川普的威信会继续的往下掉，会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产生致命的伤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习之会之后，马上登场的当然就是普京也要访陆。那么接下来这么多的国际竞技就在大陆这里登场。林老师，我想国际大国大家都知道，我们有5大最大的国来谈，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大国嘛，中美俄英法。那现在英法你现在还重视这2个国家吗？当然，在很多地方，金融业界或者甚至他卖个 LV 皮包，你都还是重视这2个国家，还知道他2个国家存在，但是。过去的欧洲虎啊，还能叫喊，现在都变欧洲猫了。坦白说，你除了要帮人家，好像说贴着人家要者就做这个川普他的一个好朋友，那有时候呢配合他做一点事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力量不大。但是我们现在看另外3个国家，你会发现呢，我想把它比拟成像台湾的政治，一个是绿的哈，一个是蓝的，还有一个是白的。那这个绿的呢，过去不管怎样就跟蓝的在对视。当他今天不管蓝的是谁，他过去在1990年代冷战的时候，在军事航太冷战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个美国它的敌人是谁啊？我们在讲敌就是俄国嘛，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冷战，对不对？才随着这个五眼联盟的出现，那时候呢，中美关系修好。相反呢，是1990年代到2015年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变了，它变成另外一类的冷战，叫做技术经济的冷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开始扎这大经济计划、2期计划，就技术科技突飞猛进之后，整个变了。这时候美俄反而想修好，为什么？它变它的敌人变成了这个中国，它的假想敌。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的这美国可以抓另外一个这个用次要敌人打这个主要敌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变成三角都了。但是三角都呢，在中间还好，可是三角都靠近谁就会赢。你会发现最近中俄的关系不太一样哦。真的。去年你记得吗？在5月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苏俄的这个战争抗战胜利日。对，习近平不是去了吗？到9月的时候，不是这个普丁又回到中国去，所以两边的交流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我刚谈的 CRINC 这个感觉，这个 China、Russia， 你也知道他们的感觉，也就是即便你现在霸主还是美国，可是你知道其他的国家，即便你看不起的国家，当人家结合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原来唯一自以为是霸主的就会害怕。所以你知道习近平这次呢接见我们不要讲接见，就是川普要去见他是非常急的，他已经谈太多次，他这去一定想谈很多次的事情，不管从经贸来讲，或者在国际的这个各种这个需求来讲，川普其实是非常急的想要拉近中国的关系，否则的话，中俄真的结合没有三角都的问题，就是蓝白合，那绿就会输。好，进下广告喽。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在 AI 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双方美中也有较劲。其实你看之前原本美国在 AI 或者说晶片这一块是遥遥领先中国大陆，那美国是透过这个晶片的销售，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控制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那个科技业发展的实力。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的晶片如果今天是由我全部提供给你，那我这些晶片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最清楚。那我只要在这里面说，不管是说是要做点手脚，或是我给你一些实质的限制，那对不起，你就会必须要配合我给你的这个条件。但后来因为这个晶片法案出来了这个美国决定所有把这个高阶的晶片 AI 的这种晶片通通不能往中国大陆销售。